大家好，今天是12月7号，视频再来聊一下这几天一直在聊的这一个玄学哦。现在发现狗狗币在日线级别里面也是存在一个黄金比例时间序列的自然现象。那我跟大家画一下吧，你观察一下，就是狗狗币这一次熊市的低点 0.05 附近到这一个次高点的位置转折，然后你拉到这一个次低点的低点，有没有发现 0.382、0.618或者是1倍的时间序列？上一次这个1倍的时间是不是在11月22号？就是华夏24节气的那个小雪。所以我在这个位置我也没有用这个时间序列跟大家讲，这个矩形的低点你一定要大胆的买，有可能狗狗币整个目前它是出牛，就这一波上涨啊。那你这一波有听我的建议拿到现在的话，其实都还可以哦。但是短线这段时间是一直在跟大家讲，有可能目前会震荡一段时间，它还是要把时间给拉长。那至于这里面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0.382， 大家记不记得这一个时间点是不是美国披露 CPI 的那一个时间点？当时是有一次 CPI 是不及预期，后面这边收了一个下影线，应该是还记得吧？或者是 0.618 的位置，这一根是不是当天如果加上上影线的话，当天涨了1倍啊？当然这个次高点没有命中啊，所以这个时间的东西有时候并不那么好找。那我今天再来跟大家讲一下 1.382 的时间是在哪一天？是在12月16号。所以有没有可能狗狗币这个整理到位，现在要涨到底缺哪一些条件，或者是为什么还在看涨狗狗币4个小时里面的一些指标的形态 Vegas 也好，或者是再配合日线的 250MA 以及周线的一些指标，目前整理到底是缺什么？等下来跟大家细心的分解。包括比特币昨天也是已经跟大家讲了，你不要去管它，17000有可能还是会震荡，但是就整个时间的序列，昨天是跟大家讲的，去年的7月20号29000开始涨到69000历史最高位，这里面也是存在一个自然的黄金比例时间序列，从这个低点到这个高点到这个低点，你观察一下，这里面这一波上涨来到69000最高位，最后一根大涨就是在1倍的时间满足位，它是跟这一波上涨的1倍的时间满足位就是在复制啊，所以1倍完以后69000就一路下去，而且 0.618 的位置这一边也是一个次高点，一根大崩盘，所以还有很多我有空的话再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一波里面也有存在这种黄金比例的时间自然现象。当然时间有限，今天不然就简单来聊一下这个比特币，还是重点聊这个狗狗币啊。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给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NOK 返用 20%， 不过需要认证啊，或者也可以用亲戚的朋友认证 BN 转 BN OK 转 OK， 不用手续费了。那么来看一下，就这个狗狗币刚刚跟大家讲的，你要去留意一下，时间已经画在这边，那下一次的重要的时间点，既然这2天比特币它在大雪的24节气没有转折，没有转折的情况下， 1.382 的时间狗狗币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会不会转折？因为它上一次的这个时间点我今天去看了一下，确实是很多时间重合的位置，这个位置就是22号的那个小雪，又是这个黄金比例的1倍时间的满足位，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位。有时候时间确实不好找，但是我们如果从技术形态，我前一波为什么敢大胆在这个位置跟大家讲，你可以去买，主要的一点就是4个小时再给大家分解一下。我们如果去观察4个小时它的 Vegas 指标1个小时当时跌回来的时候它是死叉的，不过这个低点我不是已经跟大家讲了，我也没想到它会跌到这么深的位置啊。但是已经低档出来的时候，既然看到的一个现象是 Vegas 它这一个676的通道还是向上的一个情况，而且144的通道在这一个576跟676通道的上方，所以我大胆的跟大家讲，有可能它这边矩形还会有次低点，就是你在这个位置整理的时候，不要在矩形的高档去追，尽量观察一下还有没有压回这个矩形的低档，在这个位置它就是命中时间点，直接就转折上去啊。主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一直在跟大家讲的，它这个矩形的低档其实是非常接近前面这半年多整理平台的上沿位置啊。你如果拉一条直线过去，
是非常的接近啊，而且整个均线就是一个多方排列的结构。Vegas 既然是金叉的结构，那你就要遵守，尽量可能是在576都可以买，甚至是破这个576矩形的低档也是可以买啊。那现在的整个中线，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啊，它为什么有可能会在这一个区间来震荡个一段时间？那我们就要观察它的日线，日线要怎么看？就是这个250MA 已经讲了几天，为什么当时马斯克收购推特，他来到这个位置遇到压力，就是因为这一条250的均线，它还是向下弯的结构，它一直会有下牵引的作用。你就是不要在接近这种高档的位置0.11的压力区去追，因为250的成本现在是在这一根就是在这个区间。这个区间还有几天，接近40天才会来到这个低档。那均线的原理你要明白，如果是250的均线，你要去找它250天前的收盘价是收在目前价格的上方还是下方？现在是收盘价还是在这个下方，所以它这一条均线每天会减掉高位的收盘价，加上低位的收盘价。那如果是减高加低，这一条均线它每天的均价它还是会不断的就是慢慢的下移，所以40天以后它来到这个低档的位置，它均线的原理只要减低加上这一个高位的收盘价，减低加高，这一条均线就不同了，它会慢慢的上翘，这就是均线扣底的原理，也是趋势交易的原理。你如果一直在观察的话，我一直跟大家讲，就是这个位置不要去追，或者是这一个区间，当时也是跟大家讲奔走型整理，我的观点是你不要再追，你如果还有资金的话，前面低档没有听我的观点是买的话，尽量再看有没有压回。那现在的我的观点是做对，你就尽量给我报，因为有可能狗狗币就是后续可能会慢慢的上去，只要它时间整理到位，目前缺什么，周线也是跟大家讲的有一段时间，它的这个牛熊线是所有品种里面最强的，因为之前的牛市也是这样子啊，20的 EMA 它是站在20MA 的上方，而且整波牛市上去的话，周线这是周线图啊，能这样子来涨，会涨分掉啊，所以如果是这种形态的情况下，目前到底缺什么？现在是图形都很漂亮，缺什么？缺这一个60MA 是还没过，就是周线里面的60MA 其实也是类似于日线级别里面有可能是300MA 还是接近350MA， 反正就这个上方是有一点压力啊，主要就是这个位置有压力。那另外还有一点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有可能在盘整什么？盘整这个 MACD， 给我重新来到零轴上方。那我们观察一下之前的像这种大牛市，它 MACD 是怎么上去的？就是在零轴上方，只要没有破零轴，开口鸭子张嘴，它会再张嘴，张个10几个。鸭子张嘴在周线里面也可以应用啊，这就是鸭子张嘴啊，一个眼睛嘴巴张开，张了10几个见点了，就是这样子啊。所以目前有可能我们还是耐心一点嘛。如果还有资金，因为后续也会有不断的资金进来，我的观点是，如果它真的还有压回的低点，我们短线尽量就观察这个矩形到底能不能守的这个位置，你要买也可以，或者是你要耐心等的话，不然再观察它真的还有没有可能来到矩形里面去回撤这个250MA 的均线。至于比特币，我的观点还是不变，它有可能就是在这边强势震荡啊。而且我今天给大家画一下那一个时间序列，还有发现一个时间序列是69000的这个高位。你如果来到这个低档，然后画到这个高档的位置，有没有发现它3倍的时间就是这一次恐慌的低档？当然这里面的很多时间序列也不一定会准啊，它只是在这一次3倍的时间也是有一个转折。至于短线还是维持前2天的观点不变，目前4个小时你把矩形来看待就是这样子。因为前面也有矩形，现在也是有矩形，有可能是不是在蓄势，不排除会不会再挖一个坑，然后会不会再上去啊？当然，如果有高点的时候，你就不要追，因为
日线级别目前的整个布林线也是讲了几天，狗狗币有冲布林线上轨的时候，你不要去追，比特币也是一样。至于时间是不是要等到下周是2月15号，美联储的那个利率出来的时候，到时候会不会做变盘啊？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